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浮生如寄，世事如烟，你的世界已经变了吗？我们曾经天真的以为，人生真的如旅途一般，所以每一步都可以看到前方的风景。但可惜，就如同那句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所有的天长地久，在幻灭散落之时，却寂寂无声。当我们还是孩童之时，总以为亲人的陪伴如同星辰般恒久，直到失去了挚爱，才知道在时间中任何人都无法永生，那份痛苦刻骨铭心。当我们初坠情网之时，总以为爱情的誓言一定会地老天荒，直到誓言不及风中的絮语，才知道有些人注定只是从生命中路过。当我们踌躇满志之时，总以为事业的发展将如潮头般势不可挡，直到潮起也会潮落，才知道一切有如镜花水月，蹉跎才是事业的常态。以上种种，那便是无常。秋日的我们看见一片金黄的树叶飘落，是否会想到这片叶子也曾是春日的嫩绿，以及夏日的浓青？它曾迎风而舞，如今却即将归于泥土。我们总是贪恋永恒，又何尝不是这片叶子的写照呢？人生无一刻能重现昨日的模样。你抗拒吗？你害怕吗？坐下来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问题。佛学的无常观。假如人生的无常是一张谜面，那让我们翻过去看谜底，那会是什么？是宿命吗？古往今来，大多数宗教都曾给出过相同的答案，那就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性，也就是宿命论。这意味着人的一生会受到上天的支配，终究无法逃脱既定的命运。持有这样的观点，虽然可以解释人生苦难的根源，带给人心理安慰，但却留下了深深的无力感，让人觉得更加无法改变命运的捉弄。就如同俄狄浦斯王的悲剧那样，作为王子，在出生之际就背负了弑父娶母的神谕诅咒，因此父亲将他丢弃到荒野，可却被牧羊人收留，后来又被邻国国王收养长大。长大后的俄狄浦斯偶然间知晓了这条神谕，惊骇后便离开了养父母的国家，却走回了故土的方向。在路上无意间杀掉了微服私访的父亲，后因为除掉了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，受人爱戴而娶了母亲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所有人种种努力的最终结果，只不过是将命运引导到原本应该到达的地方。尽管俄狄浦斯勇敢、智慧以及富有责任心，却依然摆脱不了宿命的枷锁。故事的最后，母亲自杀身亡，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并自我放逐。英雄对宿命的一次抗争，结局却是无法从宿命的手掌中逃脱。后期的一神教也大多持有这样的观点：全知全能的存在不仅创造了世界，
还制定了未来的一切。甚至对于某些派别来说，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谁会得救，谁会堕落。任何人的努力都无法改变原本宿命的安排。这样的命运观下，人能做到的只有恭敬和顺从。佛学呢，当然并不这么认为。在婆罗门教的时代，人的命运由过去的行为所决定，也就是业力。只可惜善恶的积累只能在来世显现，种姓制度依旧是现世的束缚。人只能顺从宿命的安排，接受既定的苦难。站在婆罗门教的台阶上，佛陀显现出智慧与觉悟。佛学通过唯心主义辩证方法，指出来了2点答案：一，一切皆在变化，没有永恒不变的命运；二，这种变化既有必然的因果，又有随机的缘起，也就是无常。所以亲人的逝去，爱情的背叛，事业的波折，可能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。一位母亲因为让孩子出门购物，遭遇到车祸而离世，不断自责，从此终身苦痛。一位妻子因为某次和丈夫争吵后，遭遇婚姻破裂，不断自责，从此郁郁寡欢。一位职场人因为某次公开汇报出错而丢了工作，不断自责，从此积怨意难平。理解了无常，便知晓这种种一切再正常不过。也许的确有我们自己的原因，但很多时候更大的原因正是这随机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无常。所以不必过分苛责自己。佛学给我们指点了迷津，那么科学呢，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？让我们接着聊。熵增与混沌，从科学的角度，如何来理解无常呢？那必然是要分成2个部分：一是所有的事物都在不可避免的变化；二是复杂的变化都不可被预知。恰巧这2方面在科学上皆有答案。前者即所有的事物都在不可避免的变化，就是熵增定律。熵也就是物理意义上混乱程度的度量。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，甚至用更恰当的方式来说，那就是在崩坏。为何会如此呢？小到一杯咖啡会逐渐变得冰冷，破碎的玻璃杯无法复原，我们的面庞也慢慢变得不再年轻。大到一个曾经嬉笑吵闹的群逐渐变得沉默，成立多年的公司会逐渐变得教条和人浮于事，就连绵延千年的庞大帝国也会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。甚至就连我们的宇宙可能也会在熵增中逐步走向热寂，这便是我们宇宙的其中一个可能的结局。德国科学家鲁道夫·克劳修斯发现了这一切。除非可以从外界获得能量，否则任何的系统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混乱。所以生命组织的任务就是在对抗熵增。
人每天都要摄入食物，为了维持身体机能和组织的有序。同样，从国家到世界，也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，岌岌可危地来对抗不可避免的混乱。爱因斯坦曾经评价道，熵增定律是最无可撼动的科学基础。虽然它是一条如同恶魔赋予我们宇宙的绝望定律，但也许真相本身就这么冷酷。后者即所有的复杂变化都不可被预知，那就是混沌。我们可以预知100年后的彗星归来，却无法预测1周后的准确天气。我们可以建造起巨大的水坝，却无法准确计算出河流的一个小小漩涡。系统只要足够复杂，就一定是会遇到变化无常的挑战，也就是混沌。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，可能引发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描绘混沌系统的这句话，众人皆知。而这句话的作者，科学家爱德华·洛伦兹，也就是混沌理论的奠基人之一。三体问题便是一个混沌系统。科幻作家刘慈欣以此为灵感，给我们带来了一整套的鸿篇巨著。三体人因为生存的星系中同时存在3颗太阳在运动，导致生存环境的不可预知性，所以选择入侵到太阳系。这激起了地球人的不断反抗，并和三体人一起跨越了千百万年的时间，直至宇宙的终点。混沌理论给我们揭示了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，执着于掌控是徒劳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我们有一台时光机，回到过去也不可能买到彩票的头奖。哪怕是同等条件下，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可辨别的细微扰动，也会让未来变得不可预知。科学的进展已经证明了这一切。熵增、混沌，两者加起来便对应了佛学的无常。所以生命难免意外，感情总会变质，事业往往波折。面对变化无常的世界，怎样才能更好地接受不确定呢？寻找小糖人。罗德里格斯，一位来自底特律的民谣歌手。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问起他是谁，大概没几个人会知道。底特律这个锈迹斑斑的城市，罗德里格斯拿着吉他，在城市破败的街道上演奏，在醉气熏天的酒吧里弹唱。只是作为一个明显有印第安血统的贫穷的墨西哥移民，他并没有什么机会。在1970年和1971年，罗德里格斯分别录制了2张专辑。唱片公司老板说，如果把跟自己合作过的所有大腕艺人排名，这个小伙子可以排到前5。就连鲍勃的声音跟他相比都太柔了。然而呢，他卖出了多少张专辑？只有6张。是的，一个可以媲美鲍勃的伟大声音，只值6张专辑的销量，就连唱片制作人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何如此呢？是应该把小提琴的配乐换成双簧管吗？还是应该把唱片封面从橙色改成绿色？只不过罗德里格斯自己倒是很释然，他告别了音乐，开始寻求谋生的办法，给人修葺屋顶、装修房间等等一切的体力活。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曾在我们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故事。我们努力
想取得一些成就，又好像具备有一些小小的能力，但成功需要的条件太多，现实又太过于无常，挫折与失败才是人生的底色。罗德里格斯继续做着体力活，5年、10年、25年，好像人生都不会发生什么改变了。其实这个时候，传奇才刚刚开始。时间来到1997年，2位歌迷耗费心血，辗转多地找到了罗德里格斯，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：几十年前，他的一张碟片无意中出现在了半个地球之外的南非，并迅速火爆起来，并且成为了种族隔离阴影之下的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食粮。传唱度有多高呢？保守估计，盗版碟可能被拷贝了100万份，和滚石乐队齐名，比猫王还要红。1998年，罗德里格斯踏上了南非的土地，在未曾谋面的万千歌迷面前演出，开嗓前说了一句：“感谢你们让我还活着。”所有的人都沸腾了，因为这位歌手在他们心目中是如此的伟大且神秘。过去盗版碟上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，几十年前就流传着他已经在舞台上自杀的谣言，而现如今，活生生的偶像出现在面前，这个场景不光是罗德里格斯的梦，同时也是所有南非歌迷们的梦。这就是无常啊！本来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位歌手，却在家乡寂寂无名，这也就是无常啊！他却在遥远的地球的另外一侧，成为了万人崇拜的明星。罗德里格斯体现出了生活哲学家的一面。演出结束后回到家乡，还是继续做着建筑工，继续住着40年的老屋。身边人告诉记者，他从年轻开始就辛苦劳动，干着最脏最累的活，但会穿着整洁西装去上班。作为穷人，却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图书馆和博物馆。罗德里格斯也许没有听说过禅，也许一生也不知道什么叫禅，但他对待人生却充满了禅意。面对生活，顺势而为。以上这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纪录片《寻找小糖人》。罗德里格斯在南非演出时睡在沙发上，因为他觉得睡大床没有必要。演出结束后，还把大部分收入都分给了身边的人。后来当纪录片《寻找小糖人》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时，他也没有出席，因为不想掩盖电影制片人的成就。2003年8月，罗德里格斯去世，享年81岁。无常是什么？为什么宇宙要将无常施加于我们？我们并不完全知晓这其中的答案。科学试图用数字和模型来揭示这其中的规律，佛学则引导我们顺应无常，减少执着。假如按照之前系列所讲，我们的宇宙有无穷无尽的轮回，那么无常带给我们的种种遗憾，也许会在另外一个宇宙中得到补偿。但这重要吗？其实并不重要。如果我们真的坦然面对了，就会有自己的答案。后面的几期，我们将一起来聊聊，如何能更好地面对无常，放下执着。今天就聊了这么多，请关注人间见禅频道，方便下次可以找到我。也请转发和点赞，
这样可以增加我的权重。让我们下次再见。